我听说现在有收纳师这个职业，轻轻松松就能够月入好几万，而我从小就善于收拾，在这方面我算是天赋异禀。我总能够在不经意之间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和室友的关系非常好，不是因为我长得可爱、嘴巴甜，而是因为我善于收拾。我能够把狭隘拥挤的寝室收拾得特别完美。我收拾过很多东西，下水道爬上来的老鼠，墙壁缝隙里面的大蜈蚣，但是我还没有收拾过人。我准备试试。收拾个人和收拾蛇虫鼠蚁完全不同，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社会，人权至上。收拾掉一个人还要把自己摘出来，还是有一点麻烦的。我脑海中过滤掉10多种方案之后，准备采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。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下班的时候，我脱掉白大褂，在洗手间补妆。新来的小护士笑吟吟问我：林医生，打扮得这么漂亮，相亲啊？哦，不，我去参加一个婚宴。我抿了抿口红，笑着。小护士一脸的八卦，问道：谁的婚宴啊？你要做伴娘吗？前男友。我把口红放进手包里面，冲着小护士笑着，转身向着外面走去。温泉度假酒店，在外面的草坪上扎着粉色的玫瑰花门，铺着红毯，四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我看到门口写着恭祝陈烨和邓媛喜结良缘。邓媛。我轻轻的握拳，没事，等着我收拾掉陈烨这个渣，我再慢慢的收拾他。我也曾经考虑过一次性解决，一劳永逸，反正也就是收拾一次，但是考虑到善后问题，我还是放弃了。我善于收拾，我不怕麻烦。一边的彩桌上放着香槟酒和高脚玻璃酒杯，我知道那是给新郎新娘敬酒用的。我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，靠近彩桌的时候，浓浓的玫瑰花香中，我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。在彩桌边徘徊了一下，我回到角落里面，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座位坐下来。婚宴很快就开始了，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看着在喜台上拥抱在一起亲吻的一对，我在心中骂了一句狗男女。接下来就是敬酒的流程。我看着陈烨穿着礼物，端着香槟酒，邓媛就像小鸟依人一样挽着他的手，所有人都在称赞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我在等待陈烨携带邓媛向着我这边走来。啊！突然，宾客之中有人惊呼出声，再然后惊呼之声此起彼落，众人就像是一群鸭子，齐刷刷的把头挤在一起，然后又像受惊的鸟雀一般闪开，却又围着不肯离开。怎么了？我抓住一个酒店的侍应生，急忙问道。新郎死了。小侍应生何曾见过这等场面，吓得语无伦次。我用力的挤进人群，陈烨倒在了地上，口中鼻子中都有鲜血喷出来。邓媛像是被吓傻了，根本就不敢靠近。人群中似乎终于有人回过神来，急冲冲的拨打120求救。我是一个医生，救死扶伤是我的本职。出于本能，我想要上前查看，但是理智让我一点点的退后。120还没有来得及赶过来，陈烨就停止了呼吸。自然发生了这种事情，哪怕亲友不报警，酒店也匆忙报警了。人命案属于刑事案件，110的速度很快，这是一件很典型的投毒案件。如今新郎还死了，对于市刑警大队来说，这个案子必须重视，否则社会影响太恶劣了。现场火速被封锁，相关人员也不得擅自离开。我和陈烨、邓媛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，不到半个小时就被警察查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而我又在案发现场，所以刑警大队队长甄英找到我。林医生，由于案情需要，找你咨询几个问题。甄英很是客气地对我说道。甄警官，是在这里还是去警局？我靠在沙发上，笑吟吟地问道。对于我的态度，甄英似乎有些意外，问道。林医生，你就不害怕？人若不做亏心事，自然不怕半夜鬼敲门。我笑吟吟地说道。我怕什么？你难道不怕？甄英愣了一下子，笑道。也对，你是医生。对啊，医生嘛，自然都是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我很不负责地笑着。甄英笑笑说道。林医生，我们调查过，
1年前，你曾经起诉邓源，把你推下山坡，导致你流产。唯一的目击证人就是你前男友陈烨，但是在法庭上，陈烨却是作证说是你自己不小心摔倒，和邓源没有任何关系。真英笑道。听得真英提到此事，我忍不住握了一下子拳头。我从陈烨自小就认识，典型的青梅竹马。大学的时候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毕业后我们很快同居。1年前我有了孩子，我很是开心，商议着把孩子生下来。那个时候陈烨也很是开心，说是先扯证，等着生下孩子再办婚宴。我的父母家人也都很是开心，双方父母已经商议着凑凑买套婚房。陈烨很是优秀，在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副主席，皮肤白皙，容貌清俊。我毕业直接就工作了，他却是开始就读研究生。优秀的男人自然都是潜力股，又岂能没有别人追？邓源就是他的小迷妹，总是跟着他跑前跑后，自然他嘴巴很甜，很会哄人，也一直都知道我和陈烨的关系。我知道他喜欢陈烨，陈烨也知道，还拒绝过他几次，但是他一直纠缠着不放。我没有在意过，我认为陈烨的一颗心都在我身上，何况我们已经看了日子，准备扯证了，孩子都有了。但是那一场意外却是让我跌进了冰窟。陈烨他们学校举行的一场郊游活动，他叫上了我，就在附近的浅水湾郊游烧烤。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邓源竟然趁我不注意，把我推下了小山坡。一个浅浅的小土坡，摔下去自然不会要人命，但是我的孩子没了。我一怒之下把邓源告上了法庭。那地方没有监控，唯一的目击证人就是陈烨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陈烨竟然在法庭上说我诬告。当初邓源和他在一起根本就没有推我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下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对狗男女早就滚一起了。真英拿着香烟，却是没有点，冲着我比划着，说道：根据我多年的刑侦经验，1年前那个案子，你可能真是受害者哈。我微微点头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权怀疑你？真英问道。我有杀人动机。我点头笑道，实不相瞒，我也准备付诸行动。哦。真英愣了一下子，看着我问道，林医生，你这么爽快，让我很没有成就感啊。我让人截胡了。我比划着笑着，警察叔叔，要不你帮忙查查哪位义士见义勇为了？真英笑得不成，旁边负责做笔记的小警察愣愣然的有些不知所谓。林医生，请端正你的态度。小警察终于忍不住插口了。我很配合了，我笑道，我也准备了毒药，但是我不是潘金莲啊，准备的不是砒霜。事实上，下药还弄得这么血淋淋的做什么？真浪费。我笑着比划道，甄警官，你说对吧？如果不在乎血腥，直接割喉就好，干脆利落，一刀下去，汁水四溅，超有美感。你负责记录的小警察看样子是刚刚警校毕业的，没有经验，闻言竟然有些语无伦次，弄得血淋淋，收拾地板很麻烦。我的目光看向窗外的草坪，唉，可惜了，好好的绿草地被渣男的血玷污了。真英比划着问道，一刀？你确定？这可不是手术台，人家会反抗，会躲避。偷袭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我笑道，我难道还想告诉你我要杀你？一般人对于普通动物可能都有一点提防心，但对于人真没有。真英点点头，没有多问，直接就放我走了。在我离开临时询问室的时候，我听得那个小警察说道，队长，就这么放他走？不是他。我听得真英简单的说道，是的，虽然我有杀人动机，也想要付诸行动，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，我就被人截胡了。这年头，我谈个恋爱被人截胡，连这收拾人都能够被人截胡，也真够失败。第2章，嫌疑人说死就死，给不给面子？我原本以为以真英的能耐，应该不会找我了，但是第2天我刚刚下班，他穿着便衣，开着一辆普通的车，带着2个小警察拦住了我。不好意思，还需要请林医生协助调查。真英开门见山，配合警察查案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我笑笑，直接坐上他的车，车子一路开到警局，
真英在会客室接待了我，还好不是审讯室。甄警官，请直言。我看着真英一脸欲言又止的模样，直接说道：您是警察啊？真英从一边的文件袋里面取出来一样东西递给我，我打开了看了看，眼眸微微收缩，难掩心中的震惊。你和他已经分手1年多？真英直接问道。是。我放下手中的文件，从一边拿起纸杯，一口气就把一大杯白开水灌了下去。林医生，你今天很慌乱。真英呵呵笑道，不像昨天那么镇定。再给我一杯水。我直接说道。好。真英从一边的饮水机里面再次给我倒了一杯水，我灌了下去，大概是灌了2杯水，我镇定了不少。我是一个医生，从小见惯死亡，所以我对于死亡无所畏惧。但是这世上很多人在面对钱的时候，尤其是一笔天降巨款的时候，事实上都和我一样，心跳加速，血压上升，如我刚才一般。我轻轻地说道。林医生，你怎么看待这一份保单？真英直接问道。如果是真的，我将脱贫致富奔小康。我直接说道。我以为你会说这样的钱你不要，你会捐出来。真英点了一根烟，意味深长地笑着。换成普通女孩子被渣男劈腿了，大凡有些尊严都绝对不会再要渣男1分钱，但是我不是一个按照牌理出牌的人，所以我笑道。甄警官，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俯视我，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怎么可能有钱不要？而且捐赠这种事情真的不合适我。林医生，你可以走了。真英直接说道。您不送我吗？我笑吟吟地问道。好走不送。真英笑眯眯地说道。我估计他在心里骂我。看到我站起来就走，真英突然说道。林医生，有了这么一份保单的存在，我们有理有据的怀疑甄警官，你很有理，但是没有据。我笑道。等着你有证据的时候再说这句话。我回去的车票可以找你报销吗？我看到真英嘴唇动了动，大概是骂了一句粗话，但是碍于他是警察，终究没有能够骂出口。我在警局门口碰到了邓元，他一双眼睛又红又肿，没有化妆，皮肤暗黄，满脸疲惫。林郎。邓元看到我直接就扑过来想要抓打我，我闪开了。他大概是1天1夜都没有合眼，加上变声不测，心慌意乱之下一个趔趄摔倒在警局门口。我俯身凑在他耳畔低声说道。邓元，你怎么努力都是徒劳，他爱的人是我。坐在车上的时候，我揉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，这事情不对劲。昨天我看到陈烨的死，我以为我会开心，无奈内心酸楚的厉害，想要哭，可我没有眼泪。我和陈烨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脾气怪癖，行事荒唐，但是陈烨不是，他对待任何人都是谦恭有礼，温文尔雅，加上他容貌英俊，他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树立仇敌，让人冒着死刑的危险也要把他置于死地？我想要收拾掉他，那是因为他背叛了我们的感情不算，他还给邓元做伪证，证明他的清白无辜。我的孩子死了，谁给我一个天理公道？既然没有人给，我自然准备自己讨回。现在我不得不慎重考虑着这个问题。理论上来说，警方不会弄一份假的保单来骗我，否则就是诱供，在法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所以保单是真的，陈烨确实是在半年前买了一份巨额保险，这个保险的受益人不是他即将结婚的新婚妻子，也不是他父母亲人，而是我。1年前我的孩子没有了，我起诉邓元失败，陈烨当时劝着我，孩子没有了，我们还可以再生，但是我哪里听得进去，尤其是他竟然在法庭上做伪证，我没法子容忍。一怒之下，我甩了他一个耳光，自然我们的感情也到此结束。他很快就和邓元在一起。我找人打听了一下子，邓元的大伯父就是他研究生的导师，事实上两人关系一直都很暧昧，只有我大大咧咧，以为他只是照顾照顾年幼的小学妹，根本没有多想。很多女人在失恋之后都会把渣男拉黑，选择忘记，彻底的把这个人关闭在心门之外。我一直都认为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，或者说他只是失恋了，他没有被彻底的伤害到，而我被彻彻底底的伤害了。所以我选择继续关注他们的点点滴滴，通过我们之间相互的朋友。官司败诉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要把这一对狗男女收拾掉。但是
我现在有些乱，所以等着我家到了，出租车司机催我下车的时候，我还有些恍惚。师傅，去牧羊宠物医院，我说道。出租车师傅看了我一眼，直接开车。牧羊宠物医院这个时间没有生意，店老板方成一个人在家，点了外卖小龙虾和啤酒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剥着小龙虾。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正好就看到这一幕。方成喝的似乎有些过了，满脸通红。林医生看到我，他脸上挤出一点笑意，说道：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边坐坐？我拉过一张椅子，在他对面坐下来。方成转身去冰箱拿了一罐啤酒递给我，说道：吃过饭了吗？要不我再叫一份外卖。我不是来蹭饭的。我看了一眼那瓶啤酒，摇摇头，开门见山问道：61007怎么回事？林医生，我不懂哈。方成装着糊涂。你可以不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是方老板，你以为警察都是吃干饭的？我冷笑道：他们速度没有我快，那是他们需要排查一下而已，最迟明天警方验尸结果就会出来，陈烨的人际关系他们也会排查清楚。方成轻轻的叹气，说道：林医生，这事情真的和我没有一点关系。我有些讽刺的笑了一下子，说道：方老板，现在不是以前，随便找一家药店就可以买到61007，这玩意儿说好弄似乎不难，但普通人也不容易接触到。方成，你和我一样具备杀人动机吧？昨天你也在凶案现场，还有你是能够轻松弄到61007的人。我呵呵笑着说道：你说这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我信，但是警察信吗？我方成抓了一把已经不堪茂盛的头发，颓废而恼恨的吼道：林郎，陈烨就是一个王八蛋，不折不扣的王八蛋。这一次我没有吭声。他仗着自己长了一张明星脸，四处乱撩，他都要和你扯证结婚了，他还和圆圆不清不楚，你孩子没了，他立刻就和圆圆滚一起。狗贼，王八蛋。方成说话的时候，头上青筋绷起，眼眸通红，和餐桌上的13箱小龙虾有的一拼。就算没有陈烨，邓源也不会喜欢你，我不无讽刺的说道。呵呵。方成从喉咙口发出宛如怪兽一般的低吼笑声，似乎是被我这一句激怒了。林郎，你根本不知道，陈烨他不是人，他就是一个畜生，表面上儒雅斯文，骨子里面就是禽兽。他常常打圆圆。不可能。我嗖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，怒斥道：众所周知，他温雅谦和，怎么可能打人，还打女人？我是恨陈烨，但是我也不容许别人在他死后还这么恶意重伤他。大概他没有打过你。方成把一杯啤酒灌下去，说道：圆圆常常找我哭，我让他和陈烨分手，他又舍不得，他那么爱他，可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他，羞辱他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方成平时胆小懦弱，为人也不咋点，但是他并非是哪种信口开河的人。难道说陈烨当真家暴？我不敢想。陈烨和我相处的过程中温柔体贴，别说动手了，连着重一点的话都舍不得说我。我怀孕的时候常常闹脾气，他也总是各种让着我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家暴女人？半年前圆圆和我说，那个王八蛋想要和他结婚了。结婚了？方成很是慌乱，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摸出香烟点燃。半年前？我心中狐疑，我今天看到的那份保单也是半年前买的。半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陈烨那个王八蛋，他怎么可能真心喜欢圆圆？他就是想要折磨他。我知道。方成越说越激动，他又开了一瓶酒，咕咚咕咚的灌着。所以你下毒毒死了他？我试探性的问道。不是我。方成虽然已经喝的舌头都有些大，但是他还是死劲的摇头。我没有杀他，我想杀他。方成结结巴巴的说道。我怕我没用。说着他甩了自己一巴掌。最近你把61007给过谁？我几乎可以肯定，毒死陈烨的毒药就是方成这个王八蛋弄出来的。这一次方成只是瞪着我，没有说话。方成！我站了起来，
说道：“如果你不说，我估摸着这个罪名你就得担着了。”呵呵。说到最后，我有些讽刺的笑了起来。我知道方程绝对不会杀了陈烨，理由很简单，方程很怂，典型的老实人。但是目前却是一切证据都指向他。真英是一个非常有能耐的警察，想来他很快就能够查到方程曾经死劲的追过邓元。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知道，方程爱邓元，爱得卑微，担着就担着，我不怕，我才不怕。方程冲着我挥舞着手，叫道：“你把61007给过邓元？”我大声喝问道：“是不是？”被我一问，方程似乎呆住了。我拎着包向着外面走去，但是就在门口，我看到了真英带着2个小警察，他拦住了我。“林医生，请教。”真英问道。“61007是什么？”“3氧化二砷。”我闻言笑了一下子，指着他手机说道：“你问问度娘不就知道了。”“有毒？”真英没有理会我最后一句话，比划着问道：“俗称砒霜。”我笑道：“你说有毒没毒？这玩意儿现在管控的很严啊。”真英皱眉问道：“林医生，我是不是更加应该怀疑你了？作为一个医生，你应该能够弄到61007。为什么有这个代号？国标编号。”我笑道：“甄警官，你都摸到这里了，想来你也知道里面那位是什么人，邓元的爱慕者，求之不得的那种。”真英叹气说道：“我真搞不懂你们年轻人的感情，好好的谈恋爱结婚不香吗？非要玩人命案。他家开了一个小制药公司，可以弄到61007。上学的时候，他弄了给我们药老鼠，结果我们把隔壁寝室一个妹子养的猫给药死了。”我轻轻的说道：“后来虽然我们还想要让他再弄点来玩玩，他胆小不敢了。化学实验室或者医院有关系，自然也可以弄到。”我老老实实的说道。真英点点头说道：“他把药给了谁？”“甄警官，你这算是警方问案还是随便聊天？”我看了一眼旁边记录文案的小警员，问道：“随便聊天。”真英看了一眼自己带过来的小警员，说道：“小李，不要记录。”那个小警员忙着答应着：“随便聊天我就说说，如果是问案，我就不能够瞎扯了。”我说道：“就随便聊聊，林医生不用顾忌。”真英笑道：“当初我们药老鼠误伤了隔壁寝室妹子养的猫，这事情终究是我们不对，给人家道歉赔钱才是正道，对吧？但我们就是变态，我们把猫给解剖了。甄警官，真不是我的主意，虽然我是主刀的，我老老实实交代着大学时代的囧事，学我们这一行的谁没有见过血和尸体啊？”我摇摇头继续说道：“隔壁妹子提着一把手术刀跑来要个说法，我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我们寝室长就带着开颅器上了。”我苦笑，然后真英比划着问道：“女孩子也一言不合就开干，女生寝室打群架？”我笑笑，人嘛，只要见了血腥，骨子里面都带着一股野性。比如说我。事情闹得有些大，我们倒是无所谓，打过了没几天就再次勾肩搭背出门吃小龙虾。方程就是一个怂货，他怕我们再次找他弄点61007玩玩，他就说什么都不同意了。我笑笑，他怕我们下次毒死的不是猫，而是人。我说道：“换成我也绝对不会把毒药给你们玩。”真英沉着脸说道：“不是他怂，是你们太凶，所以如果不是他顶顶在意的人，绝对没法子从他这边弄到61007。”我低声说道：“我刚才问他，他没有回答，但有可能他最近曾经把61007给过邓元。”真英点点头说道：“多谢林医生。”我站在路边打车，这时候天开始下雨了，淅淅沥沥。真英带着2个小警员进去了，自然也是询问和我一样的问题。我打上车，迟疑着，犹豫着，最终我还是尝试着给邓元发了一条微信。邓元很快就回消息了。我到了约定的咖啡馆，5月的天已经很热，但今天有些偏冷，加上晚上下雨，更是带着一股寒气。我推开咖啡馆的门，要来一杯咖啡，就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。凌晨1点钟，邓元还没有来，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但是他没有接。第二天早上，
我还在睡梦中，就被电话铃吵醒了。摸出电话看了看，一个陌生的号码。你打错了。我接通电话，语气生硬，说着就要挂断。林医生，是我。电话里面，真英气急败坏，吼道：开门，我在你家门口。一瞬间，我睡意全无，握着手机的手都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子，说道：甄警官，略等，我换一件衣服。匆忙起来，简单的梳洗之后，开门，方便进来吗？真英问我。今天真英穿了制服，看起来干练爽利，正气凛然。我冲着他点点头，请他和2个小警察进来，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几罐咖啡，递给他们。昨天你打电话找邓元做什么？真英直接问道，语气咄咄逼人。红尘俗世，3角恋爱，主角都死了，约情敌出来问问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？我有些讽刺的笑了一下子，说道：法律没有规定我不能约情敌喝咖啡。你……真英身边的小警员握拳，冲着我怒目而视。出了什么事情？我皱眉问道。他死了。真英冷冷地说道。林医生，这一次你可是嫌疑人。我逼近真英，俯身低声笑道。证据呢？这一次我看到了真英眸子里面的怒气，他嗖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，怒道：林医生，法网恢恢，法网恢恢，一漏到底。我冷笑道：如果当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1年前我那枉死的孩子，谁给我一个公道？真英走了。第3章，恐怖的生死界限，完美的无证谋杀。1周之后，陈烨的案子就结案了。邓元苦恋陈烨，但是陈烨和他相处纯粹就是报复。2人相处的1年时间，他常常家暴、殴打他、羞辱他。邓元的一片爱慕之意，最后换来这个结果。他选择了毒杀他之后自杀。他留下了遗书，说明着其中的一切。我看到了那份遗书，因为其中一份是留给我的。他说，既然他生前得不到陈烨，死后他要先我一步去找他。这一次我休想和他抢，似乎一切都很完美。我不知道警察的卷宗会怎么写，但是这个案子结案之后，我就带着保单拿到了保险理赔。方程也因为这个案子被牵连，他把宠物医院卖掉。我拿到钱之后，就盘下了他那家宠物医院，辞掉了医院的工作。我感觉我不配做个救死扶伤的医生，以后我的手术刀只会落在动物身上。我的医术很好，所以宠物医院在我手中生意蒸蒸日上。转眼之间半年就过了，冬天了。这天早上我特意起了一个大早，换衣服化妆，在对面的花店买了一大束红玫瑰，开车去了凤凰山公墓，把红玫瑰放在陈烨的墓前。我拿着随身携带的小铜炉，点了一支安息香。冷风中，玫瑰的芬芳和安息香夹杂在一起，空灵冷冽，不似凡尘气息。林医生，我听得有人叫我，转身我就看到了真英。甄警官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我诧异地问道。跟踪你。真英直接说道。我愣了一下子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跟踪我做什么？我最近又和人命案扯上关系了？不。真英微微摇头，说道：我就想要请教林医生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诧异地问道。我只是一个医生，不太懂。半年前那个案子，是我这辈子办得最憋屈、最糊涂的案子。真英叹气道：我想不明白，明明你是受益者，他才是受害者，为什么他成了杀人凶手，最后自杀了事？甚至他都没有给我一个询问的机会。照着我的本意，我想要继续查下去，但是大家都说这是明案，速度结案才对。真英继续说道：案子是结了，我就是想要知道真相当真如此，不然呢？我反问道。实话。真英突然说道。在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，叫做渐冻症。这一刻我莫名的心慌，手足无措。男有祭天，法力无边。真英冷笑道：林医生，把男朋友献祭了，你不但成功的为你那个孩子报了仇，你还骗了保。我看着陈烨冷冰冰的墓碑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甄警官，你有证据吗？你上次说的对。真英说道：
我没有证据，我查过，陈烨家族有这种遗传病史，所以他极有可能患有这种病，而且他还和很多疾病不同，他的发病率极低，很多人连这听都没有听说过。一个人啊，全身肌肉萎缩，骨骼僵硬，不能够动弹，但是意识还存活着，这是何等恐怖！这和活死人有什么区别？真英一边说着，一边摸出香烟，点了一根。我轻轻的叹气，说道：在医学上，脑死就会被判作死亡，哪怕他的身体各个器官都鲜活，充斥着澎湃的生命力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身体死了，脑却还活着，怎么办？我低声说道：这个问题，没有人能够回答我。很多人都说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在医学上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。可问题就是，这世上就有这种病。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类似的小说，当年我读的时候就感觉不寒而栗，所以只能够趁着身体还能够动弹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毅然的放弃这具皮囊。我继续说道：陈烨是自杀。真英挑眉问道：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。我想真英在这个时候找到我，自然心里已经有了绝对的答案。你那天晚上是故意去方城那边，从一开始你就在误导我。真英的语气中没有了上次的愤怒，很是平静。他有多爱陈烨，方城就有多爱他。我轻轻地说道：这就是一个无奈的爱情故事，情不知何起，一往而深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那天我走后，方城就会打电话给他，和他核对口供串供，他准备替他扛下一切，一如当初我那个案子。我从地上捡起一朵玫瑰花，捏碎，有鲜红的液体从我指尖滑落。他最大的能耐就是做伪证。真英嘴唇动了动，说道：当初是陈烨做了伪证，他做伪证就可以让邓元以为他对他有感情，然后一切顺理成章。我低声说道：仅此而已。那天晚上你约他见面，事实上就是一种心理暗示，你在给他压迫力。哦，你在警局门口就做过。真英突然问道：这个案子我忽略掉了你们双方的职业。我目光落在陈烨的遗像上，微微颔首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。真英说道：我查过你的通信记录以及你所有行踪，这1年的时间你和他从未有任何往来，你们有共同的朋友、同学等等，但是利用第三方怎么可能配合到这等默契？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我低声说道：甄警官，你难道在婚礼现场没有闻到青霉素的味道？真英看着我，像是看着鬼一样。你应该知道邓元青霉素过敏吧？我低声说道：那就是我和他之间的暗号。真英点点头，说道：陈烨是一个催眠师，虽然不像书里写的那么夸张，但是挡不住他用了1年的时间来做心理铺垫和暗示，等着他死后，你再推波助澜，促进邓元自杀。真英说道：证据链闭环了，可惜我只能够看着，我甚至连这指责你骗保都无能为力。你成功演绎了最完美的无证谋杀。安息香已经燃完了，我蹲下来把香灰倒掉，把铜炉收起来。林医生，我被调去省城了，告辞。真英说道：希望你下次还能够如此幸运。真英走了，我又看了一眼陈烨的墓碑，转身向着山下走去。这事实上就是一个简单至极的案子。陈烨自杀，但是他安排好了一切嫁祸给邓元，既然都准备死了，所以顺便骗个保而已。真英说的没错，我是受益者，但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开心？邓元的遗书说，既然他生前得不到，死后他要先我一步追到陈烨，情不知何起，生死相随。100年之后，我扑幽冥，陈烨还认得我吗？